太子娶我是看中我与世无争的性格，他要我答应他，待我姐姐回心转意回来，我就让出太子妃的位置。可他哪里懂，不争便是最大的争。婚后无论是前朝还是内院，我都为他鞠躬尽瘁，甚至几次为他险些丧命。姐姐回来那日，我按照约定脱下太子妃的服饰，交出凤印，他却开始犹豫不决。我娘是大夫人费心挑选出来和我爹宠妾打擂台的妻子，她色艺双绝，却又出身官家，足以让我爹动心。大夫人在我爹最迷恋我娘的时候，给了我娘一种维持美貌却有剧毒的药。她要我娘学李夫人，临死前将自己最美最温柔的一面留给我爹。我娘只管死，后面的局大夫人早就为宠妾不好了。果然，阿娘一死，我爹震怒，一路查到底，在襄府风光了近10年的宠妾被打得半死发卖了出去，连带着他的子嗣都失了宠，被我爹赶去了外院。大夫人一箭双雕，无比畅快，她守了许给我娘的诺，3两滴泪下去，就顺利的将我要去了抚养。我记在了她名下，做了襄府嫡出的2小姐，她又得了一个好名声，还得了我爹的心。一箭4雕，她跪着和菩萨谢恩，又哭又笑，像个疯子。我娘死时是开心的，是解脱的，她抓着我的手贴在她冰冷的脸颊上，眼睛却温柔开心地看着我，像是做了很棒的事情，想要求得夸奖的小孩，可爱又可怜。我的阿蝉日后不用作为父兄前程铺路的草芥，我的阿蝉可以念书，可以嫁一个心爱的如意郎君，欢欢喜喜过一世了。这一刻，他眼里都是期盼，对我未来坦途的期盼。可是娘，女子一生哪里有坦途？为妻、为妾、为婢，不都是在男人的附庸下苟活？我第一次见到太子李明昭，是他和我姐姐江明月定下婚事的时候，那时我就知道，哪怕是不择手段，用尽心机，我也要嫁给他，因为他是我为自己选的脚踏实，我要踩着他一步一步往上爬，爬到最高的位置。从此以后，我将传说1是1，说2是2，谁也不能再来利用我、奴役我、欺辱我、践踏我。很高兴老天爷怜惜我一回，江明月被大夫人惯坏了，她颇为离经叛道，她喜爱杂书，尤其是江湖气的，便也仰慕里面的主人公，泛舟湖上，女扮男装，大口吃肉，大碗喝酒，乃至于追求真爱。起先我爹气了个半死，关他禁闭，罚他抄书，藤条打断3根，不改他志。他不是翻上屋顶就是爬窗。我爹气病了几次，长吁短叹，而我一直恪守贵女典范，琴棋书画样样精通，脾性面貌都是上乘。我爹怕姐姐日后嫁给李明昭惹出祸事，便同李明昭商议退婚或是换亲。得知这个消息的时候，我心如擂鼓，我以为我的机会来了，我这些年起早贪黑的努力没有白费，我终于能够被我爹拿出手来，放到台面前称赞。我看着手上一层层的厚茧，莫名有些热泪盈眶。直到李明昭斩钉截铁说出那句，姑觉得明月是极好的，与京中这些女子都不同，她们死气沉沉，行将就木，一般古板，哪有明月的半点活泼可爱，直率天真。姑喜欢明月这样，也能让她一辈子这样，伯父不必担忧，姑会护好她这份来之不易的真性情。原来江明月将我压在地上当马骑是活泼，偷偷换掉我的要害我差点身亡是直率，将我摁在水缸里记录我多久会窒息而死是天真。老天爷，你真的好不公平。我爹沉默半晌后不死心道，我二女江蝉是京中闺秀典范，琴棋书画样样好，各位夫人都赞过，连皇后娘娘都说她端庄大方，庄重得体，日后会是个好夫人。李明昭毫不留情地拒绝，将我的所有全都否定。至于2小姐，她同姑院子里那些假山摆设的石头并无两样，她的确是闺秀模范，可与姑而言，不过是一块没有自己看法想法的石头罢了，一生只能任人摆布。这样的女子犹如夏季的蝉，比比皆是。姑只要独一无二的明月。那一夜，我久坐在娘牌位前，看线香燃尽，看天方既白，看我失去的勇气如同死灰复燃在我面前噼啪绽出火光。缠活8日，向死而生，不到最后一刻都有变数。我不能认输，率先怯场。我爹得了李明昭的许诺，不再拘着江明月，任由他做天做地的胡闹。即使他虐待丫鬟，欺辱我，我只能忍着卖笑。没有能力和权势以前，所有的清高脾气都是催命符。我顺利的大病一场，高烧不退。与此同时，长安街上，小王爷设了擂台比武，获胜的那人叫赵穗，不仅能百步穿杨，还剑术奇绝。他一个白丁出身，竟然将一众贵族王孙打得落花流水。他潇洒地赢得了比赛，有围观的姑娘大胆示爱，他不为所动，坦然道：“我心有所属，不能娶你。”姑娘问他心属何人，他答：“江家明月。”此言一出，关于江明月的追捧羡慕又多了许多。世人总以男人爱慕的数量来确定这个女子某些方面的成功。江明月喜爱剑术，求人切磋一直都不尽兴，陪练的师傅自然不敢真的和他打。他性情无常，动起怒来，杀人也不是没有过。他策马去找那个在大庭广众之下敢公然对他示爱的男人。要知道，
自从他与李明昭定下婚事后，全京城的男子都离他远运的，他还没有见过这样大胆的人。他开始对他好奇起来。李明昭是皇储，是被寄予厚望的人君，他说我的那些话何尝不是在说他被摆布的一生？可赵穗不一样，他是个无拘无束、自由自在的剑客，这层身份足够风流，足够迷惑住一个只在画本里看异于江湖的闺中女子。赵穗三言两句便将人间风月勾勒在江明月眼前，让他心向往之。元宵那日，江明月因为与赵穗私下见面，被父亲关在家中行了家法，这一次依旧打断藤条，他治也依旧不改。闹市最锣鼓喧天时，襄府一片死寂。赵穗在襄府的后墙，离江明月最近的地方放起百盏孔明灯，灯火如昼。他翻墙抱起眼眶通红的江明月，在房檐上俯瞰人间盛景。长安街上摩肩接踵，江明月看大鳌山走散，被几个拐子逼入墙角调戏。英雄救美的剧本落到现实，赵穗从天而降，自此他芳心暗许，与他浪迹天涯。江明月沉浸在少女怀春的头次心动里，他忘记了那个被他斩断双手苦苦哀求他饶命的小丫鬟曾告诉过他，奴婢有一个在终南山学剑的未婚夫，可厉害了，等他学成归来就会来襄府娶我了，到时候我这个小丫鬟也能做一次漂漂亮亮的新娘子里。可小丫鬟最终还是死在了失去双手的那夜。江明月几夜未归，爹和大夫人心知肚明，却又不敢相信自己宠溺多年的女儿会做出这种有辱门楣的事情来。襄府里一团乱，我爹按住了外面的风声，只说江明月出门游历，绝口不许人提私奔。爹与大夫人大吵一架，还动了手，奔则为妾。你养的好女儿，而我的一场重病也在此刻好的差不多，纸包不住火。江明月婚前出京游历的消息还是传到了皇后耳朵里，皇后大怒，命画师画出在京官园待嫁女儿的画像，要为太子重新挑选一位端庄守礼的太子妃。一段时日未见，李明昭憔悴了许多，得知没有江明月的下落，他眼里有些失落。我爹见那些画像里没有我，心知皇后厌了江家人，他有些慌了。他盯着我与娘亲7分像的脸，突然松了口气。美貌是你娘给你留下的唯一东西，你要好好利用。我柔顺的垂头应好。我爹再一次和李明昭提起了我，而这一次李明昭疲惫的点头，答应见我一面。与之前不同，这一次我爹命人将我盛装打扮，我像一件礼物被送到李明昭面前，凭他决定去留。他看着我，有一瞬的恍神，但却没有感情。沉默许久后，他冷漠开口，只要你答应姑，等你姐姐回来后，你愿意让出太子妃之位，姑便娶你，你无需担心，届时你依旧是姑的侧妃。我摇了摇头，说出了一句大逆不道的话，臣女答应殿下，到时候殿下能否放臣女离开东宫？我有所爱之人，也有想去的地方。他松了口气，卸下防备，如此甚好。皇后见太子选了我，并没有为难我，反而笑着将自己耳垂上的东珠耳当摘下送给了我。是你，本宫倒还安心些。李明昭来接我时，见到我耳上佩戴的耳当，皱了皱眉，这本是属于明月的东西，你如今只是代为保管，不要生不该生的念头。我不卑不亢道，皇后所赐，臣女不敢辞。我抬头直视他，殿下与旁人而言是高不可攀，于我而言只是一个合作伙伴而已。殿下看不上我，我也没看上殿下。他气得红了脸，冷笑几声，拂袖而去。而我朝着和他相反的方向走去，步履不停，不曾回头。没几步，李明昭策马返回，将我捞到马上，拥在怀里同骑。他咬牙切齿，江蝉，你好极了，你知不知道，连你姐姐都不敢这么和我说话。他气疯了，居然忘了自称姑，而是我。大婚当晚，李明昭饮了许多的酒，他掀开盖头，捧着我的脸，喊了一夜江明月的名字，说不难过那是假的，毕竟这是我一辈子唯一一次的新婚夜。我看着李明昭俊朗的眉目，我牢牢记住了这张脸的冷漠无情，我永远都不会为之动心。皇后派来领元帕的崔姑姑和陛下派来送贺礼的周公公，被喝醉了酒发酒疯的李明昭轰了出去。他们在门外等到半夜，再好的脾气也忍不住脸色难看起来。更深露重，我咽下所有的情绪，自己卸下钗环。扶醉酒的李明昭上榻后，我走出房门，我笑着对崔姑姑和周公公说道，今日是殿下的喜事，殿下高兴就多饮了些。前段时日陛下出行，让殿下监国，如今陛下回来了，殿下没休息半日，又来忙婚事。殿下从昨日起就开始发烧，撑到现在，昏睡过去了，绝不是有意怠慢二位。我将袖口里准备的银票塞入崔姑姑和周公公手里，我让人在前院为二位备了酒席，姑姑等上一等，知道你爱听戏，已经着人去请了。姑姑先去，我留周公公有些话说。崔姑姑喜上眉梢，满意的看了我一眼。她是皇后的人，不管李明昭如何，她都会站在李明昭这一边。可周公公不是，周公公是陛下派来的人，无论他在宫里是否得宠，明日他都要去御前回话。李明昭正处在监国交权的关键节点，陛下正值壮年，谁也不知道陛下到底在想什么。朝中其他几位皇子也都是人中龙凤，李明昭的太子之位看着稳固，实则暗潮汹涌。
随时有被替代的风险。若是陛下心里不舒服李明昭这次监国时落下的好名声，周公公又记恨了李明昭今晚的所作所为，明日向陛下回禀的时候，一两句话回的意思不对，被有心人煽风点火，李明昭定会触怒陛下，遭到贬斥，落一个自虽跋扈不敬皇恩的罪名。我笑着将一张房契和一张申契放在了周公公手里。昨日入宫听人说了一嘴，才知公公有了难处，正在四处凑钱赎妹子。我虽没有兄弟姐妹傍身，却也知道血亲分离的痛苦。如今只想略尽绵薄之力，还望明日陛下问起殿下，公公美言两句。周公公看着自家亲妹的申契，泪如雨下。奴才确知不公了，但这房契奴才不能要。我无奈道：你妹妹出来，总要地方安顿，何苦拒我？周公公擦了把泪，太子妃仁义，奴才不过是宫里一个小小的奴才，怎配您如此费心？我笑了笑，举手之劳能帮到你们兄妹，便是我积德行善了。周公公走后，我让人将陛下送来的贺礼好生收好。李明昭醒时，我正散着头发在窗边看账本。江明月跑了，我爹将被给他的所有陪嫁都给了我。大夫人不甘心，出嫁前在我耳边恨声道：养虎为患，等我女儿回来，你从哪里来就滚回哪里去。养虎为患的道理他明白得太晚了，他不该看不起我的。已经5更天了，再过一刻，我和李明昭就要去宫里向陛下皇后问安。宿醉后的李明昭眼里都是血丝，他坐在床榻上，脑袋难受地看着我，等着我去给他穿靴戴帽。我连一个眼神都没给他，他久等我不过去，有些生气地走到我面前坐下，敲了敲桌面，给姑倒茶。我瞥了眼他修长白皙的手指，收回目光。茶壶里有。他沉下脸，姑是太子。我抬眸睨了他一眼，我是你10里红妆娶回来的太子妃，上了玉蝶的，不是你买回来的丫头。他哼了声，怒冲冲的自己倒了口凉茶喝了下去。趁他喝水的时候，我将昨晚周公公的事情原封不动的和他讲述了一遍。他脸色突然凝重起来，看我的目光带了些审视。我目光坦然地看着他。李明昭，我做一天的太子妃，就会恪守一天我的职责，扶持你。夫妻一天，你我一荣俱荣，一损俱损。我尊重你，你也要好好尊重我。最后打点的钱还有房契赎身的钱都是我的陪嫁，你要还给我的。他没忍住，手握成拳，抵着额头笑出了声来。姑好歹是一国储君，难道会赖你一个小女子的账吗？我心里松了口气，他没有责怪我自作主张，也没有怪我干政，那便说明他满意我的做法。这一步棋我下对了。我搁下笔，看向他，笑得眉眼弯弯。他含笑与我目光对视片刻，睫毛颤了颤，很快移开。出发前，李明昭在凉水桶里掏了2炷香，出来时手是冰凉的，脸却是滚烫的，呈现不正常的红。他打好几个喷嚏，心烦意乱地对我说：你现在是姑的太子妃了，以后你得看着姑，不许姑多喝酒，更不许姑发酒疯，喝酒误事。周公公是个没什么权势的小太监，你又刚好瞎猫碰上死耗子，撞上他有难处了。他眉毛拧成结，若是昨晚来的是父皇身边受宠的太监，只怕姑今日少不得被父皇责骂，少说也要禁足一段日子了。不该饮酒的。我忧愁的蹙眉，点了点头，俯身靠近他，额头抵上他的额头。他惊愕地瞪大了眼睛。我担忧道：好烫。我催促车夫赶车快一些，到了宫里就让太医给你看，可千万不能落下什么病根了。李明昭，你是不是很难受呀？你靠在我肩上睡一睡好不好？等睡醒就到了。他皱眉躲过我的触碰。干什么啊？江蝉，我又不是小孩子，我们说好的，等你姐姐回来你就要走的。姑喜欢的只有明月，你能不能自重？我强硬地掰过他的脸，严肃地将他的头靠在我的肩上，让毯子盖得更严实了些。你现在是我的夫君，我必须要保证你的安全，否则你没命了，我还要为你守寡。我如何离开东宫去找我的心上人？你快睡一会儿，睡醒了就到了。小时候我生病的时候，我娘也这么对我的。他刚要说话，就又打了个喷嚏。他恹恹地埋在我颈窝里，眼皮子直打架，迷迷糊糊问我：你娘她还好吗？我轻轻地说：她很好呀，你也要好好的。李明昭，你现在在名义上是我最亲近最重要的人，你千万不能有事啊。李明昭的脸瞬间更红了点，呼吸也更烫了些。你闭嘴。我忍着笑，无辜又担忧地关切他。那好吧，你还难不难受啊？李明昭，他艰难闭眼，不难受了。他耳垂红的滴血，眼睛也水润润的，因为发烧，整个人变得虚弱起来。不得不说，他生了一张很好的皮囊。陛下看见步履趔趄需要我搀扶的李明昭时，沉重的脸色明显好了些。我与李明昭一起跪下叩头，李明昭直接晕倒在地上，额头都摔得出了血。陛下眼里那份不满消退，只剩下了焦急、震怒。宣太医，皇后在一侧松了口气，我便知道这招苦肉计用在了点上。事后，皇后单独留下了我，她看着我的目光止不住的欢喜。本宫就知道，本宫没有看错人。她拍着我的手，你要早些和昭为陛下生下第一个小皇孙，你一辈子的荣华富贵就保住了。下个月就是三皇子大婚了，
可千万别让他们先你们一步生下了皇孙。最后一句已经带了威压，我惶恐地跪在地上。陈媳不敢欺瞒母后，殿下是不会碰我的。他之所以娶我，是为了让我替姐姐守住太子妃的位置，等日后姐姐回来，陈媳便会离开东宫。皇后气得拍桌，荒唐，真是荒唐！江明月这个小贱人到底给我招下了什么药了？你说江明月到底去哪里了？我跪下叩头喊息怒，忐忑犹豫道：陈媳不知。皇后攥紧了手看着我，冷笑：你起来，你不说，本宫自会查个明白。如今江明月不知去向，你是个聪明的孩子，又懂事又识大体，你要趁他还未回来时，牢牢抓住昭儿的心。昭儿一旦动了心，旁的女子都不会入眼，本宫会帮你。我红着脸谢恩。我知道从此之后，皇后会成为我复仇路上最快的一把刀。等皇后查到江明月是和人私奔，即使在愤怒，她也会为了李明昭的名声将这件事情压下去。但是江明月这辈子都别想嫁入东宫了，即使做妾，皇后也不会同意。我要彻底堵死江明月所有的路，让她只能做一颗没有威胁的棋子，就如同他母亲当初对我娘那样。李明昭在我们的寝房里挂满了江明月的画像，他在警告我，也在警告自己动摇的心。即使再能管控情绪，这一刻我依旧被他羞辱到了。他看着我面无表情的目光，有一刹那的慌乱。我将为他炖好的补药拿了出来，搁在桌子上。殿下早些用了吧。江蝉，他追了出来，而我跑了出去。我在外面逛了许久，与乔装打扮的赵穗碰了面。他问我还要多久？很快了，我已经忍不住想杀了李明昭了。我到傍晚才回来，李明昭在门外等我，他风寒还没有好，脸色惨白。见到我时，一张死寂的脸有了些变化。他急切地抓住我的手，斥责道：你好大的胆子！你……我甩开他的手，默然道：殿下，我们只是合作关系，我的去向你好像没有资格管。他冷笑两声，咳嗽不止。好，姑也不稀得管你，你的死活与姑没有任何干系。我与他四目相对，分毫不让。的确如此，我和李明昭分房了。这个消息一放出去，立刻席卷了京城女眷的圈子，我成了京中最新的笑料。我爹骂我不争气，不如江明月。大夫人高兴的胃口都好了许多。皇后斥责了李明昭，甚至还让人在我们的饮食里下了药，各种手段都使出来了。可我和李明昭依旧没有任何进展。每日我除了按时给李明昭送药膳和汤药，其余时候我们并不碰面。皇后将东宫的衣内务都交给了我，我处置了几个积年的老仆，打发了一些不服我管教的丫鬟婆子，他们哭到李明昭面前。李明昭冷冷道：内院的事情都归太子妃管束，太子妃说什么就是什么，休要忤逆，若有不服者即刻杖毙。自此我有了实权，我的地位更加稳固。可是还不够，很快我就迎来了新的机会。正旦伊始是各国来访朝贡的日子，梁国使者携太子来访。梁国太子是大梁百年难遇的琴艺高手，他来此是为了找人切磋。一连几位宫廷乐师都败在梁国太子手下，陛下脸色难看，连李明昭也抿紧了唇。梁国太子摇头轻蔑道：泱泱大庸，竟也不过如此。李明昭攥紧了拳头，我握住他的手，他全身僵硬，偏头看我，目光不由自主柔和了起来。怎么啦？我没有应他，而是起身向陛下道：父皇，儿媳愿一试。李明昭脸色沉了下去，他那几个对他太子之位虎视眈眈的兄弟都在看他的笑话。可当我拨弄琴弦发出第一个音时，所有人都闭上了嘴。梁国太子也收了笑，目光严峻起来。一曲终了，满是寂静。我起身向痴痴的梁国太子问安：太子殿下，该你了。他摇了摇头，朝我笑得灿烂。不了，我能听见你的琴音，已经是三生有幸了。你让我知道山外有山，人外有人的道理。可是你年纪不大，为何琴音如此难过？你不开心吗？他天真的看着我，目光澄澈。我发自内心的笑了笑。他是第一个能听懂我琴音的人，也是第一个让我折服的琴师。我不由对他有了些好感。太子殿下能懂我的琴音，是我今日来最开心的事情。他抚掌问陛下能否拜我为师，同我一起学琴。李明昭的脸色已经黑如锅底，我藏起眼里的笑，拒绝了他。我已嫁为人妇，恐有不便。他失望的叹息：是我来晚了。李明昭刚刚明媚点的脸色顿时又黑了下去。我回到李明昭身侧，他压低声音问我：怎么从来不曾听你说起你琴艺这样好？我将手掌摊开给他看。大婚当日，你将我从花轿里牵出来的时候，说我的手掌粗糙难看，不如姐姐的柔和细腻。可是李明昭，这些挑破的后茧和水泡都是我辛勤的见证。你说的，你只要独一无二的明月，我是夏季随处可见的蝉。我同你院子里那些假山摆设的石头并无两样，我只是一块没有自己看法想法的石头罢了，一生只能任人摆布。这些都是你说出来的话，你从来都蔑视我，看低我，你从来不曾了解过我。他张了张口，想要解释，却什么话都说不出来。我抬起泛红的眼睛，朝他笑了笑。我骗了你，李明昭，我的心上人是你，我喜欢你很多年了。他如遭雷击，我一字一顿。但现在
我不想再喜欢你了，你休了我吧。李明昭不同意休妻，现在这个关键节点，他要是休妻，他那几个兄弟怎么会放过这个好机会参奏他？他试图拿家族压我。我淡漠道：李明昭，我娘死了，江明月的娘拿我的性命威胁我娘，我娘喝了大夫人给的药，然后就死了。你以为我是怎么被记到大夫人名下的？他哑口无言，好半晌道：你爹总是疼你的，你在襄府长大，他们费心栽培你，你也要报恩是不是？我冷笑道：李明昭，你派人去问一问我这些年是如何在你心上人手里讨生活的。我在襄府与狗争时，江明月对我动辄打骂，我连饭都吃不饱，你知不知道？要不是我命硬，我早就被江明月打死了。他反驳我：不可能，明月心善，连蚂蚁都舍不得才死，怎会待你不好？他面上开始浮现怒色，他在我面前一直都说你是他最疼爱的妹妹，你怎能如此诋毁他？他要是想害你，又怎会让你有机会学得这样好的琴技？我失望道：因为我是他的替身，他需要表演才艺时，就会用屏风格挡，换我替他。因为我爹需要我这个女儿为他的儿子铺路。我从来都没有想过你会信我，但是李明昭，你能不能去查一查，就一次，行不行？我话音刚落，一支羽箭从破窗而入，我眼疾手快推开李明昭，挡了上去，一箭正中我心肺。赵穗的箭的确很准。一夜之间，李明昭沧桑了许多，下巴胡子拉碴。我睡在了我们大婚的寝房，他眼眶通红，握紧我的手不肯松开。见我醒来，他努了努嘴，艰难道：对不起。我便知道他去查了。不仅如此，他查到的只会比我说的更严重更恶劣。这样一个被世人称赞的人君，如何能去接受自己喜欢了许多年的人是一个虐杀下人折磨姊妹的恶鬼？他心里的神像坍塌，他快崩溃了，但我没有给他时间，让他缓缓。赵穗将被斩断双手的江明月丢在了东宫门外。这一次李明昭并未留下昏迷不醒的江明月，甚至不曾关心他的伤势，而是命人将他送回了襄府。醒来后的江明月像个疯子一样大哭大闹，得知我嫁给李明昭后，更是癫狂地咒骂我。大夫人请来无数名医救治江明月，得知能用身躯差不多的女子的手接上经脉衔接双手时，更是全城寻找合适的人。京兆尹将此事报给李明昭，李明昭怒不可遏，草菅人命，简直荒唐。江明月哭着问他：你变心了是不是？你爱上他了是不是？你不在意我的死活了是不是？李明昭冷冷地看着他：孤爱的真的是你吗？江明月，你骗得孤好惨，孤恨不得将你碎尸万段。我每日的药都是李明昭亲自煎的，箭伤在胸口以下，每日都要人换药。我捏紧衣襟，怒目瞪着李明昭：有丫鬟，为什么要你？他义正言辞：我是你夫君。我哼了声，指了指小脊上的凤印。江明月已经回来了，我该走了。他轻易地推开我的手，脱下我的衣衫，替我换药。你去哪里？找你的心上人吗？但你的心上人不是我吗？他无赖似的同我笑：我就在这里啊，夫人。他掰过我的下巴，亲了亲我的唇：别走好不好？我泪如雨下，用兵之道，攻心未上，原来这样艰难啊，竟要用命来搏。我查出身孕那天，李明昭高兴不已，江明月气得在家发疯。我娘娘家的兄弟少见地上我的门，要见我。侄女如今都是太子妃了，怎么也不帮舅舅们，一点儿也不像你娘。我坐在价值千金的太师椅上，喝着价值千金的茶，轻飘飘对着侍卫道：他们惊了本宫的胎，赐死吧。李明昭来时，他们只剩下了一口气，他们向李明昭求饶。李明昭只愤怒道：拖出去打，别脏了太子妃的眼。我看向他，笑道：殿下不愿我草菅人命。李明昭扶着我的腰坐下：这二人当初为了还赌债卖了你娘，间接害死你娘，后来卖了妻子，又卖了女儿，本来已经流落到京城外行乞，是江明月母亲将他们寻回京的。我低下头，眨了眨眼，忍住眼泪。李明昭，总有一天我会杀了大夫人的。他捧着我的脸，轻轻替我擦去眼泪，哄着我：那我做你的刀，为你撑腰好不好？好啊，那你能不能为我去死啊？李明昭，我其实真的很讨厌你。我抢在三皇子前生下了小皇孙，陛下很开心，其实他开不开心已经不重要了。他人到中年，愈发宠爱贵妃所生的三皇子，皇后已经忍无可忍了。当时受了我恩情的周公公，有了皇后的提携，一路在御前扶摇直上，已经做到了陛下身边贴身总管的位置。他每一日都会派人告知我陛下的身体状况，要我做好准备应对。陛下骤然薨逝后，有了周公公做内应，李明昭顺利继位。皇后眼疾手快，立即处死贵妃，预备杀了三皇子时，却被李明昭阻拦。他们母子二人大吵一架，皇后怒道：妇人之仁，放虎归山，迟早酿成大祸。可李明昭一意孤行，不顾群臣反对，饶了三皇子一命，要他前往封地就藩。李明昭心情不好，同我说起这事时，我同皇后是一样的看法，却只能宽慰他。他埋在我的颈窝里，像是被抛弃的小兽。阿禅，还好有你，还好你明白我。其实我根本不明白他，换了我做皇帝，
我第一个杀的就是威胁我皇位的人，才不会像他一样蠢。果然，不出3月，三皇子联合旧部造反，大军一路北上，过往州县，死伤无数，百姓怨声载道。李明昭愁白了头发，他适合治国，却不适合打仗。这场战役赢得艰难，朝中折了几名大将，士兵丧命者不计其数，群臣上书要李明昭做罪己诏。各种威压之下，李明昭一病不起。是我替他批改奏折，是我为他安抚群臣，是我在百姓群臣前替他做的罪己诏。我让孩子陪伴他，自己则替他稳固朝堂。慢慢的，他发现没有他，朝堂也能运转。慢慢的，在不知不觉间，我培养了许多心腹。我的野心一日比一日大。原来这便是权势的滋味。翻手为云，覆手雨，就连我爹都得来跪我。赵遂击鼓鸣冤，为他死去的未婚妻丹桂求公道，状告江明月杀人。丹桂并非相府的家生子，也并不是签了死契的丫鬟，江明月是无权杀害他的。我爹在朝堂上脸色无比难看，险些没拿稳护板，一派胡言。李明昭无心朝政，如今已经是我监国，我爹胸有成竹，认定我会处罚赵遂。娘娘，此人信口雌黄潘无臣的女儿，实在是罪该万死。我淡声笑道：是吗？本宫怎么记得确有其事？江明月斩断丹桂双手时，本宫好像就在旁边亲眼目睹。丞相是觉得本宫会说谎吗？你我贵高权重，更要恪守礼法，万不可包庇自家人，让百姓寒心啊！我爹嘴唇颤抖，不可置信地抬头看着我。这一刻，他才明白，我从来不是他手里的棋子，我的乖顺都是装的。送我入东宫，是他这辈子做的最错的选择。我不会成为江家男丁后生进朝堂的铺路石，我是江家的催命符。可这都是他们自找的。与三皇子的一战，对李明昭的打击太大，他夜夜梦魇，越发的依赖我，离不开我。每日我走之前，他都会抓着我的手，像小猫一样求我：阿婵，你别走，别走好不好？你再抱抱我，抱抱我。他会哭会流泪，会求我爱他。他母后因他一病不起，往日支持他的群臣都离他而去，他困在这深宫里，困在他仁慈之下的失败中，只有我和我们的孩子陪着他。他现在能握住的只有我的手，可我只是一根一根掰开他的手指，推开了他，然后皮笑肉不笑地同他温柔道：李明昭，我要去杀人了，你会在我回来的时候做好饭，等我和阿乌用饭的，对吗？他点头，惶惑地祈求我：阿婵，你早些回来，我在等你。我有些愉悦地摸了摸他的脸：李明昭，我突然不想要你死了，你陪着我好不好？我一个人好无聊的。他乖乖地点头：好啊，阿婵，我陪着你，我会一直陪着你的。我突然想到，他就要变成傻子，那就太没有意思了。我许久没有到江家来过了，我将我娘的牌位包好，命人放在了太庙里。大夫人见到我，并不起身迎接我，也不行礼问安，她还是同以前每一次一样，看我的眼神嫌弃，丝毫不掩饰自己的厌恶。说吧，你到底想怎么样？我拨弄着眼前的茶盖，轻声笑了笑。丹桂的双手是江明月斩断的，但不许人来医治，让他高烧而死的人是你。当初你是怎么和我娘做的交换？你拿我的性命虔诚逼他自杀，你是守诺的人，我也是。你死了，江明月就能活，你若是不死，江明月可就要死了。一旁被侍卫按着的江明月急出了眼泪，被打掉2颗牙齿后，他已经不敢骂我了。他恐慌地看着他娘，眼泪一滴滴朝下落。娘，你救我，你救救我，我不想死。大夫人盯着我，笑得咬牙切齿。一个残疾的女儿而已，皇后娘娘要杀就杀了，我又不是只有这一个女儿，她活着，除了让我被人耻笑，丢尽脸面，还有什么作用呢？不知不觉间，他看江明月的眼神已经带了恨意。若不是他犯蠢，一而再再而三地做出离经叛道的事情，我怎会失宠他爹？你又怎会嫁给太子，还做了皇后？他害了我一辈子，你杀了他吧，也算是为我抚养你这些年还恩了。大夫人拎着手里的佛珠起身出了门，江明月崩溃地倒在地上，抓住他的裤脚，涕泗横流。娘，你不能不管我，他娘一个贱妾，都愿意为了他去死。娘，你救我，你救我，我以后都听你的话。大夫人忍无可忍，抓住江明月的肩膀，狰狞道：你怎么能是我的女儿？我怎么能生出你这种女儿来？他头也不回地离开，任由江明月哭喊，却也没有回过头。我饮完手里的茶，叹了口气，无辜地看向江明月：你娘不愿意为你去死，你只能自己去死了。他被捂住嘴，带去了赵玉。走之前，我爹拦住了我：你要报你娘的仇，杀了他们母女都行，可你别忘了，你姓江，你身上流的是我的血，没了江家，你的皇后之位能坐稳吗？我质问。江明月该死，大夫人也该死，可最该死的还是你这个始作俑者，不是吗？那你便看看，没了江家，我能不能坐稳这个位置？他难以置信，气晕前，嘴唇颤抖抽搐，忤逆不孝，忤逆不孝，你竟敢打我！说罢，两眼一翻，晕了过去。回宫后不久，赵遂便来找我了，他砍伤了大夫人，将他丢入破庙里自生自灭。我按照约定，封丹桂做了县主，一个死后的虚名而已。
对我来说无关痛痒。赵穗捧着丹桂的牌位拜了堂，真好，他的未婚妻不再是任人欺辱的小丫鬟了。他曾答应过他，会为他正功名，替他脱奴籍的，他做到了。可惜太晚了，我少见了饮酒，李明昭也少见了清醒。我们坐在亭子里看朦胧的月色，我羡慕丹桂，但是没关系，我有我娘，我娘待我很好。李明昭为我擦泪，不用羡慕他啊，我就在这里，我会一直对你好的。阿产，我摇头，泪如雨下。不一样，赵穗爱丹桂，爱丹桂的所有，他从不曾羞辱讥讽丹桂。可是李明昭，你总是嫌弃我。他慌乱地解释，那是以前啊，阿产，我们还有以后，我那时不懂你不爱你，如今我爱你，我也懂你了，我们为何不能好好过？我们还有阿吴，近日我停了武旦伞，也不再梦魇。夜色下，黑影晃动，刺客一剑斩下时，李明昭挡住。我怔怔地看着这荒诞可笑的一幕，直到李明昭死在我面前，赵穗就吓了我。我抱着膝盖，眼睛一眨不眨地看着李明昭狼藉的死相，喃喃自语，好奇怪，这样懦弱的人竟然会为我去死。赵穗收了剑，他只是心软，并非懦弱。娘娘，起风了。是啊，起风了，替我披上大氅的夫君死了，也不会再有人等我回来用饭了。刺客是我爹派来杀我的，我死了，他能扶持我的孩子坐上皇位，携幼主把控朝政了。他被我一杯毒酒了结，倒是死得轻易。从此江家家主一主二房。不久后，又到了1年1度的各国使臣来贺的日子。梁国太子一如往昔，天真单纯，他拨弄琴弦。这2年我日夜不停地练习，今日终于能奏给娘娘听了。我不由得莞尔一笑，日子好像也没有那么难过了。梁国太子的琴音落下，满座寂静，唯有我轻轻鼓掌的声音。众位大臣面面相觑，眼底是不加掩饰的鄙夷与揣测，仿佛我这个太后与外邦男子有着什么不可告人的私情。梁国太子萧景站起身，目光灼灼地看着我，娘娘若是喜欢，我愿为娘娘再奏一曲。甚至一声，朝堂之上一片哗然，御史台的大夫即使跪在地上，也要挺直了脊梁骨骂我。太后娘娘，先帝尸骨未寒，您怎可在大殿之上与外邦男子眉来眼去？此乃大不敬，此乃祸国殃民之兆啊！我漫不经心地转动着手中的护甲，看着那个撞柱死谏的老顽固被侍卫拦下，我冷笑一声，御史大人这双眼睛若是看什么都脏，不如挖了吧。哀家不过是听了一首曲子，到了大人嘴里，怎么就成了祸国殃民？难道大庸的国运是连在一首琴曲上的吗？那个魏大人的乌纱帽戴的也太稳当了些。萧景也不恼，只笑吟吟地看着我对人，眼底的欣赏更浓了。我转头看向萧景，语气淡漠，太子慎言，大庸与大梁虽修秦晋之好，但这并不代表太子可以在我大庸的朝堂上肆意妄言。萧景收敛了笑意，恭敬行礼，是小王唐突了。散朝后，我抱着阿吴回宫，赵穗跟在我身后，声音低沉，那个梁国太子目的不纯。我逗弄着怀里咯咯笑的阿吴，眼神却冷了下来。他自然目的不纯，梁国这2年边境动荡，他想借大庸的兵，自然要先讨好大庸掌权的人。赵穗握紧了手中的剑，若是他对娘娘不利，我杀了他。我停下脚步，回头看着赵穗，赵穗，杀人并不是解决问题的唯一办法，有时候活着的人比死人更有用。就在这时，一个小太监慌慌张张地跑了过来，跪倒在地。太后娘娘，不好了，慈宁宫走水了。慈宁宫的大火烧红了半边天，我站在不远处的凉亭里，看着那冲天的火光，面无表情。阿吴被奶娘抱去偏殿睡了，并未受惊。萧景不知何时出现在我身后，手里提着一壶酒。娘娘好定力，自家寝宫被烧，竟还能在此赏月饮酒。我接过她递来的酒杯，一饮而尽。旧的不去，新的不来。这座宫殿里死了太多人，积了太多的怨气，烧了也好，干净。萧景轻笑一声，靠在柱子上。娘娘可知这火是谁放的？我转动着酒杯，看着杯中倒映的月亮，左不过是那些不想看到我把持朝政的老臣，亦或是宗室里那几个不安分的王爷。他们想烧死的不是宫殿，是我这个挡路石。萧景凑近了些，带着几分诱惑的语气，既然这里如此危险，娘娘何不跟我走？大凉山清水秀，没有这么多勾心斗角，凭娘娘的才智琴艺，在哪里都能活得肆意潇洒，何苦守着这四方天地，做一个守着孤灯的魏王人？我侧过头，看着那双多情的桃花眼，想起了那个即使害怕发抖也要挡在我身前的李明昭。我将酒杯重重地搁在石桌上。萧景，你太小看我了，我江禅这一生从不做逃兵，这里虽然是囚笼，但也是我的战场。我既然坐上了这个位置，就要做到底。况且若是连几个只会放火的小人都收拾不了，我又如何护得住阿吴，护得住这大庸的江山？萧景愣了一下，随即大笑起来，好一个江禅，是我狭隘了。次日早朝，我穿着一身素稿，抱着阿吴坐在龙椅旁。昨夜放火的几个太监已经被赵穗抓住了，此刻正跪在大殿之上，瑟瑟发抖。我指着底下那几个面色惨白的大臣，语气温柔的让人如坠冰窟。既然各位大人嫌慈宁宫碍眼，
哀家便让人拆了。只是这修缮宫殿的银子，还要劳烦各位大人捐献一二了。几位大臣被我抄家充公的旨意吓破了胆，国库空虚的问题迎刃而解。慈宁宫重修的银子不仅够了，甚至还能拨出一部分去赈灾。朝堂上的风向瞬间变了，那些原本叫嚣着让我还政于朝的大臣们，如今一个个缩着脖子，生怕下一个被抄家的就是自己。萧瑾即将回国，临行前他特意入宫辞行，他送了我一把古琴，琴身是用1000年的梧桐木制成，琴弦是冰蚕丝，价值连城。他看着我，眼中带着几分遗憾。这把琴名为长相思，赠与娘娘，望娘娘日后抚琴时能想起远方还有一个知音。我抚摸着琴身，指尖传来温润的触感，太子的好意心领了，只是这名字太苦，哀家不喜欢，不如改名为断舍离，当断不断，反受其乱。萧瑾苦笑一声，娘娘还真是绝情的让人心动。她深深地看了我一眼，转身离去，背影带着几分萧索。送走萧瑾后，我回到内殿，却发现阿吴的小脸上满是红疹，呼吸急促。我心头一跳，厉声喝道：太医，传太医！太医诊断后说是阿吴误食了海棠花粉，引起了过敏。我看着阿吴难受的样子，心如刀绞。阿吴从小就对花粉过敏，这件事宫里没几个人知道，他的饮食起居更是严加防范，绝不可能是误食。我招来赵穗，眼神阴鸷，查，把御膳房和阿吴身边的人都给我查一遍，宁可错杀1000，绝不放过一个。赵穗领命而去，不到半日，便提着一个瑟瑟发抖的奶娘扔到了我面前。那是阿吴最信任的奶娘，也是大夫人当年的陪嫁丫鬟留下的女儿。我看着她，怒极反笑，好啊，真是好得很，大夫人都死了那么久了，竟然还留了这一手。奶娘跪在地上，哭得一把鼻涕一把泪，太后娘娘饶命，奴婢也是被逼的，有人抓了奴婢的儿子，威胁奴婢若是不用花粉害陛下，就要杀了奴婢的儿子。我并不想听她的苦衷，身为母亲，为了自己的孩子去害别人的孩子，这情有可原，但身为奴仆，被主弃义，这罪无可恕。我挥了挥手，声音冷淡，拖下去，杖毙。奶娘凄厉的惨叫声在宫殿外回荡，我捂住阿吴的耳朵，轻轻哼着童谣哄她入睡。处理完奶娘，赵穗顺藤摸瓜，查到了幕后主使，竟然是宗室里的恭亲王，他也是先帝的皇叔，仗着辈分高，平日里在朝堂上就对我颇有微词。如今见我地位稳固，竟动了杀心，想除掉阿吴，扶持自己的孙子上位。我看着赵穗递上来的证据，指甲深深地掐进了掌心里。既然皇叔不想颐养天年，那哀家就送他一程。深夜，我带着赵穗和一队禁军，悄无声息地包围了恭亲王府。恭亲王正在府中设宴，听着歌姬唱曲，好不快活。见到我闯入，他惊慌失措地打翻了酒杯。太后，你这是做什么？深夜擅闯王府，你眼里还有没有王法？我一步步走到他面前，居高临下地看着他。王法？在这个大雍，哀家的话就是王法。皇叔勾结宫人，谋害陛下，证据确凿，按律当斩。恭亲王指着我，手指颤抖，你这个毒妇，你敢杀我？我是皇亲国戚，是先帝的亲叔叔。我抽出赵穗腰间的长剑，剑光一闪，血溅3尺，恭亲王的头颅滚落在地，双眼圆睁，死不瞑目。满堂宾客吓得尖叫连连，四散奔逃。我扔下沾血的长剑，拿出手帕擦了擦手，语气平淡：恭亲王意图谋反，已被就地正法，其余人等若有反抗者，杀无赦。这一夜，京城的血腥味格外浓重，但我知道，只有用雷霆手段，才能震慑住那些蠢蠢欲动的人心。恭亲王一死，宗室里彻底安静了。那些平日里上蹿下跳的王爷们，如今一个个都成了缩头乌龟，连早朝都不敢大声说话。我趁机收回了宗室手中的兵权，全部交由赵穗掌管。阿吴的身体也渐渐好了起来，只是经过这一次，他变得更加黏我。每日下朝后，他都要赖在我怀里，让我给他讲故事。我摸着他的头，轻声问道：阿吴，你怕吗？阿吴抬起头，眼神清澈而坚定。有母后在，阿吴不怕。我心里一酸，将他抱得更紧了些。这一年，江南大旱，颗粒无收，流民四起，饿殍遍野。朝廷拨下去的赈灾银两层层盘剥，到了百姓手中，竟连一碗稀粥都喝不上。我看着奏折上触目惊心的数字，怒火中烧。这群蛀虫！我当即下令，命赵穗为钦差大臣，持尚方宝剑，前往江南赈灾。临行前，我再三叮嘱赵穗，此去江南，路途遥远，凶险万分，你不仅要赈灾，更要查清贪污一案，无论牵扯到谁，绝不姑息。赵穗单膝跪地，目光坚毅：娘娘放心，属下定不辱使命。赵穗走后，宫里显得格外冷清。我每日处理政务到深夜，常常觉得疲惫不堪。这日，我正在批阅奏折，忽然觉得头晕目眩，眼前一黑，便晕了过去。醒来时，我躺在床榻上，太医正跪在一旁诊脉。见我醒来，太医慌忙磕头：太后娘娘，您这是积劳成疾，心力交瘁啊！若是再不注意休息，恐怕会伤及根本，寿数难永。我挥退了太医，看着空荡荡的宫殿，苦笑一声：寿数难永，
我这条命本就是捡来的，能活到今日，护着阿吴坐稳皇位，我已经知足了。只是我若是倒下了，阿吴该怎么办？为了阿吴，我开始强迫自己按时吃饭，按时睡觉，即使睡不着，也要闭目养神。赵穗从江南传回了捷报，他到了江南后，雷厉风行，斩了几个贪官污吏，开了粮仓放粮，百姓们对他感恩戴德，称他为赵青天。贪污案的幕后黑手也查清了，竟然是户部尚书，也是我爹当年的门生。他仗着自己是两朝元老，以为我不敢动他，在江南大肆敛财。我看都没看他的求情折子，直接朱笔一挥，抄家，斩首示众。随着赵穗的归来，江南的局势彻底稳定了下来。阿吴也到了启蒙的年纪，我为他请了当世大儒做太傅，教他读书治国之道。我也开始慢慢放权，让阿吴试着处理一些简单的政务。阿吴很聪明，学什么都很快，而且心地善良，懂得体恤百姓。看着他坐在龙椅上，虽然稚嫩，却已初具帝王威仪的模样，我感到无比欣慰。那个懦弱的李明昭终究是有了一个好儿子。然而树欲静而风不止，边关急报，匈奴集结10万大军进犯我大雍边境，领兵的将领不敌，节节败退，已经丢了3座城池。朝堂之上，主战派和主和派吵得不可开交。主和派认为大雍刚刚经历了天灾，国库空虚，不宜再战，主张和亲纳贡。主战派则认为匈奴狼子野心，若是求和，只会助长他们的气焰，必须打回去。我坐在珠帘后，听着他们的争吵，心中冷笑，和亲难道又要牺牲一个女子的一生，去换取那短暂的和平吗？我大雍的江山绝不会靠女人的裙摆来守护。我猛地掀开珠帘，走了出去。吵什么吵？还没打到京城呢，你们就先乱了阵脚。既然匈奴要战，那便战。我大雍男儿千万，难道还怕他区匈奴不成？我力排众议，决定御驾亲征。朝臣们跪了一地，死谏我不可冒险。太后娘娘，您是千金之躯，怎可去那刀剑无眼的战场？若是您有个3长2短，陛下怎么办？大雍怎么办？我看着这群平日里养尊处优的大臣，冷声道：正因为我是太后，我才要去。我要让将士们知道，他们的身后不仅有百姓，还有皇室。只有我去了，军心才能稳，这一仗才能赢。我将阿吴托付给了几位值得信任的顾命大臣，并让赵穗留守京城，护卫皇宫。赵穗第一次违抗了我的命令，他跪在我的马前，死死地拉着缰绳。娘娘去哪，我就去哪。我说过，我会做娘娘手里的刀，护娘娘周全。京城有禁军统领守着，出不了乱子，但这战场必须由我去。看着他坚定的眼神，我终究是心软了。好，那便一起去。大军开拔那日，阿吴站在城墙上，哭成了泪人。我不敢回头，怕一回头就会舍不得。到了边关，眼前的景象比我想象的还要惨烈，城池残破，百姓流离失所，到处都是断壁残垣，将士们士气低落，眼中满是绝望。我脱下凤袍，换上一身戎装，亲自登上城楼，擂响了战鼓。将士们，我们的身后是我们的父母妻儿，是我们的家园，我们已经无路可退。今日哀家与你们同在，誓与城池共存亡。我的到来极大地鼓舞了士气，将士们高呼太后千岁，喊杀声震天动地。那一战杀得昏天黑地，赵穗一直护在我身侧，替我挡下了无数支冷箭。他浑身是血，就像是从地狱里爬出来的修罗。最终我们赢了，匈奴大败，仓皇逃窜。班师回朝的那天，京城百姓夹道欢迎。阿吴站在城门口，看到我的那一刻，飞奔着扑进了我怀里。母后，母后！我抱着他，感受着他温热的体温，眼泪终于忍不住落了下来。我活着回来了，我也守住了李明昭留下的江山。论功行赏时，我问赵穗想要什么，金银珠宝、高官厚禄，只要他开口，我都给。赵穗却摇了摇头，目光平静。娘娘，我想走了。我愣住了。走？去哪？你立下如此大功，正是一展宏图的时候，为何要走？赵穗看向远方，眼中带着几分我看不懂的深情与解脱。丹桂生前最想去的便是江南，如今仇报了，还了，我也该带他去看看了。这京城的繁华终究不适合我这个江湖草莽。我张了张嘴，想挽留，却又不知该以什么理由挽留。他是为了丹桂才留下的，如今心愿已了，自然要离开。我点了点头，强忍着心中的酸涩。好，我准了，你走的那日，我就不送你了。这杯酒为你饯行。赵穗饮尽了杯中酒，向我重重地磕了3个头。娘娘保重。他走得决绝，没有回头。我站在高高的城楼上，看着他背着一把剑，捧着一个牌位，慢慢消失在夕阳的尽头。自此，这偌大的皇宫真的只剩下我一个人了。赵穗走后，日子又恢复了往日的平静。阿吴一天天长大，越来越像个合格的帝王。他选秀奈妃，充盈后宫，看着那些年轻鲜活的面孔，我仿佛看到了当年的自己。只是他们比我幸运，不用背负着血海深仇，不用在阴谋诡计中挣扎求生。我彻底放手，将朝政全部交还给了阿吴。我搬到了京郊的行宫，
那是李明昭生前最喜欢去的地方，那里种满了桃花，每到春天，桃花盛开，美不胜收。我时常在桃花树下抚琴，弹的依旧是那首萧景送我的曲子，只是再也没有人能听懂其中的心意了。阿武很孝顺，每隔几日便会带着皇后和皇子来看我。小皇孙奶声奶气的叫我皇祖母，让我那颗早已干涸的心又生出了几分柔软。那天阿武陪我在园子里散步，他突然问我，母后，父皇是个什么样的人？我停下脚步，看着满树的桃花，恍惚间仿佛看到了李明昭站在树下，红着脸对我笑。你父皇啊？我顿了顿，轻声说道，他是个很温柔很傻的人，他这一生都在为别人而活，但他最后做的一件事是为了自己，也是为了我。阿武似懂非懂地点了点头，儿臣一定会做一个像父皇一样的好皇帝。我摸了摸他的头，不，你要比你父皇更坚强更果断，你要做一个让天下百姓都安居乐业的明君。60岁那年，我的身体每况愈下，我知道我的大限将至。阿武守在我的床前，哭得像个孩子。母后，你别丢下臣。我费力地抬起手擦去他脸上的泪水。傻孩子，人固有一死，母后这一生过得很精彩，也知足了。我不怕死，我只是有点想你父皇了。弥留之际，我仿佛听到了熟悉的脚步声，有人握住了我的手，掌心温暖干燥。阿禅，我来接你了。我努力睁开眼睛，看到李明昭站在光影里，依旧是年轻时的模样。他身后站着我娘，正温柔地看着我，还有赵穗、丹桂，他们都在对我笑。我笑了，眼角滑落一滴泪水。这一生如蝉脱壳，历经苦难，终得新生。我江禅没有白活这一遭。我缓缓闭上了眼睛，手垂落了下去。窗外一声蝉鸣划破了寂静的长空。盛夏已至，故事也该落幕了。